大家好，我是巧巧妈。这期视频我们来做豆腐脑。豆腐脑也叫豆花，自制的豆腐脑细腻嫩滑，入口即化。我们来看看需要注意哪些技术细节，怎么让它表面光滑细腻，没有凸凹的气泡。豆腐脑的制作原理是黄豆里的蛋白凝胶在凝固剂的作用下发生了蛋白质聚沉，形成了豆腐脑。那我们先看凝固剂。传统豆腐脑用石膏粉，主要成分是硫酸钙。现在更流行用葡萄糖酸内酯来做，简称内酯。它的水解产物葡萄糖酸可以让蛋白质凝固。最后这个是吉利丁，也叫明胶，它加热再次冷却后可以起到稳定结构的作用，但是成品的口感类似于豆浆果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豆腐脑的口感，所以这一类的替代做法我就不演示了。上期节目我们分享过豆浆的做法，我用的是自制豆浆，你可以直接买现成的鲜豆浆来做，选那种成分只有黄豆和水的，其他的添加剂可能影响凝结效果。先看石膏的冲浆做法，石膏粉、淀粉，体积比是1:1，加淀粉会让石膏豆腐脑更加嫩滑，也能吸收多余的水。加温水搅匀，石膏容易沉淀，所以冲浆之前一定再搅拌一下，从30厘米高处冲浆。做豆腐脑都是用煮熟过的豆浆，豆浆温度是85到90摄氏度，迅速搅几下，注意看一下表面的这些气泡，盖布或者厨房纸防止滴水，加盖儿，不能挪动，原地静置20到30分钟，具体看环境温度，温度越高凝固越快，气温低的时候用电饭锅一类保温效果好的容器更好。来看看效果，上面明显有一层凸凹不平的气泡，这就是刚才我们高处冲浆产生的气泡。气泡这一层的口感会有一点粗糙，里面的质地还是不错的，水不多，颜色是淡黄色的，这里出水是正常的。如果你做出来的豆腐脑是这个样子的，说明你冲浆不均匀，冲浆之后一定要迅速搅几下再盖布。我们换个思路，用蒸的方法试试看，配方不变，用常温或者冷的豆浆都可以。从低处慢慢倒进碗里，从容的搅匀，因为没有高处冲浆的动作，并没有产生许多气泡。盖保鲜膜，蒸锅上气后放到锅里，大火蒸12分钟。出锅，大家应该能看出和上一碗的不同了。对于石膏豆腐脑来说，蒸的方法明显比冲浆的方法成功率高，它对豆浆的初始温度没有苛刻的要求，冲浆之后可以从容的搅拌，不需要动作一气呵成。高温蒸的过程可以加剧分子的热运动，加快聚沉，所以蒸出来的豆腐脑质地更加均匀。蒸的做法不需要高处冲浆，所以表面没有气泡，更细腻。我们再来看内酯豆腐脑的做法，先看冲浆的做法，内酯加温水化开，比例是每400毫升豆浆加1克内酯。如果用800毫升豆浆就加2克内酯。熟豆浆加热到85摄氏度，冲到内酯中，快速搅几下，盖布加盖儿，原地不动静置15分钟。来看成品，有一些气泡，除了气泡，其他部分的质地比石膏的更细腻。最后看下蒸的内酯豆腐脑，配方不变，热豆浆换作常温豆浆，不需要高处冲浆，从容的搅匀，盖膜，上气后蒸10分钟。成品和刚才冲浆的做法还是有差异的，但差别并不像石膏的2种做法那么明显。总结，冲浆的做法对手法和温度有要求，蒸的方法只要搅匀了，没有什么难度。如果用石膏做，建议大家用蒸的方法；如果用内酯做，2种都行，
但蒸的效果还是更好一些。我们来做卤子：干木耳、干黄花菜、干香菇泡水。木耳泡开，黄花菜和香菇泡软，香菇切丁，黄花菜切小段，木耳切碎，大葱切葱花。锅热加油，2瓣八角，1勺花椒，1片香叶，炸出香味儿，捞出不用。下葱花爆香，黄花菜、香菇。炒木耳容易爆开，我们一会儿直接下汤里，加热水，木耳来调味儿，生抽、老抽、盐、白胡椒粉、鸡精，水淀粉调稠一些，勺底推开，关火，点上香油。豆腐脑不要提前盛出来，等卤子做好了再片成大片放碗里，这样会减少豆腐脑出水。浇卤，来点红油辣子，点点香菜，水水嫩嫩，入口即化。谢谢大家收看，我是俏俏妈，欢迎您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下周见。